大伯母一巴掌拍在桌上，酒杯震得叮当乱跳。一个赔钱货，凭什么分拆迁款？她以后嫁了人，这钱就是送给外姓人。你脑子被驴踢了吗？大伯剥着花生，眼皮抬都没抬，声音却阴恻恻地飘过来。咱老林家的祖产，给他一盆都是糟蹋。我死死攥着衣角，坐在我旁边的爷爷沉默了很久，他握着酒杯的手在发抖，然后他猛地站起来，酒杯往桌上重重一磕。都给我闭嘴！只要姓林，人人有份儿。那1000万，谁也别想独吞。这句话像捅了马蜂窝，原本缩在后面不敢吭声的父亲腾地站了起来。那1000万要是平分，我那份哪够还贷款？老大他们家已经2套房了，您得偏向我点啊！大伯一把推开他，两个人的手互相揪上了对方的领子。爸一直跟着我住，这钱大头得归我。爷爷的脸色从红变青，你们，他的声音越来越弱，像被人掐住了脖子，然后砰的一声，爷爷直挺挺向后倒去。我扑过去，把手垫在爷爷后脑勺下面。大伯和父亲吓得立马松了手，愣在原地。角落里小姑的声音压得很低，眼神往爷爷身上飘了一下，又马上移开。这要是人没了，那存折密码还没说呢。医院走廊里，医生推开抢救室的门，摘下口罩，眼神疲惫。命保住了，但大概率是植物人，醒来的机会不到5%。走廊陷入一片诡异的寂静，没有人哭，也没有人说话。我站在墙角，看着这一张张脸。大伯的眼睛转了一下，小姑低着头，手指在手机屏幕上飞快地划着，不知道在查什么。奶奶瘫坐在塑料椅上，无声地抹着眼泪。大伯母凑到大伯耳边，声音压成一条细线。那拆迁协议就能签。我哥鬼鬼祟祟地蹭到母亲身边，扯了扯她的袖子。人家要剁我手指头。母亲一把捂住他的嘴，打断他的话：“闭嘴，回家说。”我站在阴影里，看着这一张张熟悉的脸。爷爷还没走，这个家已经散发出了尸臭味。病房里，监测仪发出单调的滴滴声。医生站在床边，目光从每个人脸上扫过。病人需要24小时贴身护理，谁留下来？大伯的手捂在胸口上，我血压也上来了，脸上的表情像真的在犯病。父亲也连忙摇头推脱。我公司最近忙。小姑拉住表弟，直接拒绝。我儿子的事业刚起来，我得去帮忙。我往前一步，打断了他们的表演。我留下来。大伯如释重负地拍了拍胸口，他和大伯母交换了一个眼神，转头就凑到角落里，压低声音商量起找律师办代签协议的事。父亲也带着母亲离开了病房。深夜的病房里只剩监测仪的滴答声和爷爷微弱的呼吸。我握着他枯瘦如柴的手，把他的手贴在自己脸上，眼泪顺着指缝滑进领口。哪怕只有1%的希望，我也会守着你。就在我低头哭泣时，爷爷那只被我握着的手，指尖忽然极其轻微的反勾了一下。爷爷倒下后，病房外的走廊瞬间变成了战场，他们几乎同时围向了奶奶，眼神里藏不住的急切和算计，仿佛爷爷已经回不来了。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好好分钱。最先按耐不住的是父亲，他凑到奶奶跟前，压低着嗓子就催着要提前敲定分钱方案，口口声声说着怕晚了乱了套。这话一出口，身边的人立刻蜂拥附和，有人追着问拆迁款到底在哪个账户，有人吵着要按人头公平分配，更有人围着奶奶步步紧逼，一门心思打探爷爷有没有立遗嘱，遗嘱放在了哪里。他们活生生凑上来的样子，像一群闻到血腥味的鲨鱼，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刀往奶奶心上扎。奶奶手紧紧攥着衣角，又慢慢松开，她抬起头，沧桑的目光扫过每一个人，最后落在我身上。只有我，从爷爷倒下到现在，一直守在病床前为水擦身，没离开过半步。再开口时，奶奶的声音带着气到发抖的颤音：“就算老伴儿醒不过来了，他的遗嘱已经立下，拆迁款全给乖孙女，容不到你们现在在这儿撒野。”空气瞬间凝固，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，脸上的贪婪和急切瞬间变成了错愕和不甘。那时我还不知道，奶奶这句话彻底撕下了他们的遮羞布。病房里的人刚散，我的亲生父母就立刻撕下了假意悲伤的伪装，把我从病房拽进走廊的僻静死角，脸上堆着我活了20多年从没见过的讨好笑意。刚开始还对我寒暄问暖，没说2句，两人就图穷匕现，3句话不离哥哥欠下的巨额赌债。看在我们生养你一场，你爷爷的拆迁款分我们一半，赌上你哥哥的欠债就行了。我看着他们对我露出的虚伪善意，当场一声冷笑：“我上大学差5000学费，你们说钱给哥哥买新手机了，我高烧重院，你们带哥哥去旅游，现在欠了赌债倒想起我了，跟我提血脉亲情，你们配吗？”一番话怼得俩人面红耳赤，哑口无言，只能支支吾吾的画大饼。闺女，爸妈错了，以后一定好好加倍补偿你。就在这僵持的关头，走廊拐角突然传来一声阴冷的冷笑。
大伯母不知在那里站了多久，刚才的对话他听得一字不落。大伯母满脸讥讽地从拐角走了出来，直对着母亲开腔嘲讽：“你还有脸来找闺女要钱？她上学那会儿，你有关心过她吗？现在倒好，儿子欠了赌债，跑来逼闺女填窟窿，这事儿传出去，全村人都得过来看你笑话。”本就被我怼得一肚子火的母亲瞬间被激怒，红着眼眶豁出去：“你算什么东西？嫁进我们家多少年了，肚子动过没有？你个绝户的，有什么资格教训我？这绝户，我撕了你的嘴！”不过三两句，二人就从互相辱骂升级成扭打撕扯，推搡间狠狠撞翻了走廊的护理推车，瓶罐散落一地，场面彻底乱作一团，引来医护和家属纷纷围观。那时候我还傻傻觉得大伯母是在为我出头，可气急败坏的大伯母没处撒火，转眼就恶狠狠地瞪向我。看什么看？没说你是吧？狗杂种！他抛下一句冰冷狠话，便愤然离去。我那时只当是他气急了的口不择言，却浑然不知这句狠话背后很快就会化作针对我的致命杀局。照顾爷爷需要护理品，我便攥着奶奶塞的零钱走去超市。电梯口大伯突然凑上来，一改往日对我的冷淡，堆着满脸刻意的笑意：“侄女儿，是不是要去超市买东西？正好大伯顺路载你一程。”我心里升起警惕，大伯在家里素来是个闷葫芦，被大伯母管得死死的。平日里他跟我说过的话都没几句，怎会突然对我献殷勤？我往后躲了半步，又想起大伯母之前在走廊替我怼我妈的事，说到底还是一家人，能有什么坏心思呢？我便点头答应。麻烦大伯了。哎呀，跟大伯客气啥？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走走走，车就在楼下。车子猛地发动，开出了医院停车场。我低头系好安全带，再抬头时，窗外的街景已经变了模样，医院不见了。在我记忆里，去往商场的路绝不是这一条。我立刻开口询问：“大伯，这是去哪儿啊？超市不是这条路。”可他没有说话，冰冷的态度和刚才电梯口判若两人。他从副驾掏出一张纸甩到我面前：“按手印儿。”我抬眼看清纸面的瞬间，浑身血液冰凉。侄女，签了它吧，对大家都好。我低头看清了抬头那几个大字：放弃遗产继承声明书。我浑身窜起寒意，反手猛拉车门把手，却发现早已被死死锁死。大伯把车停在路边，转头看向我。我没想到奶奶说出遗嘱半天还没过，就有人对我动手。没等他放狠话，我压下慌乱，先冷笑出声：“今天这事儿成了，钱是你和大伯母分，事要是不成，坐牢的是你。而且你有没有想过，他和你分了钱，转头就能把你踹了？你以为他会撵你半？”“闭嘴！”“就算你今天逼我签，爷爷醒了他不认，你一分钱拿不到，还落一个不绣胁迫侄女的骂名，这辈子你的脸都要丢干净。”大伯的脸憋成了猪肝色，嘴唇哆嗦着，什么都说不出来。“赶紧给我签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”我闭上眼睛不为所动。起初我以为他最多找几个人打我一顿，逼我屈服，然而我却低估了人性的阴暗。我攥着那份声明书死不松口，任大伯如何嘶吼逼迫，始终不肯签一个字。车厢里只剩他气急败坏的咒骂和粗重的喘息。僵持间，后视镜里突然窜出一道黑影，油门轰鸣的巨响撕破沉寂，竟是大伯母开车疯了似的冲来。他红着眼眶，方向盘死死打到底，直直朝着我们的车高速撞来。巨大的撞击声炸响，车窗玻璃碎裂飞溅，我头破血流倒在座椅上，意识迅速模糊。大伯则趁乱跳车，头也不回地逃走。昏迷前，我隐约听到大伯和大伯母的私语：“去把他彻底弄死，人死了，遗嘱就没用了。可是你怕什么？车祸、意外，谁知道？”再次醒来时，我躺在小姑的车后座，小姑满脸焦急地从后视镜看我：“我在路边发现你的，浑身是血，躺在那辆破车里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”“是大伯一家，他们把车开到没人的地方，逼我签放弃的声明书，我不签，大伯母就开车撞了过来。这两个畜生！”最后，我捂着发痛的脑袋，压着怒火告诉小姑：“回医院，这事儿我跟他们没完。”大伯母赶回病房时，脸上毫无半分做贼心虚，反倒装出一脸委屈模样，对着围聚的亲属肆意编造谎言：“我在楼下碰到侄女，她说拆迁款的事儿跟她没关系，她不想掺和坐车走了。”“不可能，她怎么可能不要钱？那可是1000万！”“这死丫头，她疯了！这么多钱说不要就不要！”父母瞬间心乱如麻，害怕我真的会放弃触手可得的拆迁款，接连拨打我的电话都无人接听，愈发慌了神，根本无力反驳大伯母的说辞。
大伯母见众人信以为真，眼底瞬间翻涌着志在必得的得意，当即开始煽动在场的人。这钱该重新定个分配方案，大家坐下来商量，总不能他一个人跑了，把全家都晾在这儿吧？那副独揽大局的模样，惹得旁人也跟着附和。病房里俨然成了他的主场，他以为自己一手遮天，彻底除掉了我这个最大障碍。殊不知，此刻的我正捂着伤口，带着淬满寒意的恨意，踏在回去的路上。他的得意不过是覆灭前的最后狂欢。病房里，奶奶始终守着一丝念想，坚信我绝不会凭空离开，任凭旁人附和重新分产。她始终一言不发，只静静等着我的消息。大伯母见奶奶不肯松嘴，眼看自己的算计要落空，彻底被逼急了。他不会回来了，我亲眼看见他走的。他不要这笔钱了，他不要您了。大伯母的急躁和刻意，让本就心存疑虑的奶奶瞬间察觉不对劲。只有你一个人亲眼看见，那丫头却什么都不跟我们说。大伯母的眼底闪过一丝慌乱。妈，您什么意思啊？您怀疑我？我没怀疑你，你急什么？病房里顿时变得沉默。大伯母强装镇定辩解，眼底却藏不住慌乱。就在场面乱作一团时，砰的一声巨响，病房门被狠狠撞开。我额头缠着渗血的绷带，浑身带着凛然的戾气站在门口。那一刻，病房里的所有嘈杂瞬间戛然而止，所有人的目光都凝在我身上。就在大伯母也诧异的转过头时，我上前用尽力气，恶狠狠地抓着大伯母的衣服。她吃痛的抬头看见我，瞬间惨白。奶奶一看见我这副模样，声音在发抖，手伸过来想摸我的脸，又怕碰疼了我，悬在半空不敢落下。丫头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谁把你弄成这样？父母这时也凑过来虚伪的关心。幸好你没出事儿啊！我知道他们只是生怕拆迁款重新沦落到别人的手里，不过我现在并不在意他们。角落里，大伯母的脸色铁青，像糊了一层死灰。她死死盯着大伯，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：“是让你彻底弄死！你耳朵聋了？”那是杀人，杀人要偿命的。我下不了手。大伯母气得浑身发抖，眼看前功尽弃，眼神一狠，转身想溜走。就在他即将踏出病房的一刹那，我猛地冲过去，狠狠抓住了他的肩膀，指甲几乎嵌进他的肉里，力道大的让他惨叫出声。我死死盯着他，眼神里的恨意让他浑身发冷。把我弄成这样，就想一走了之，没那么容易。大伯母挣扎着，却怎么也挣脱不开，吓得浑身都在发抖。奶奶和父母终于意识到不对劲，目光在大伯母和我之间来回移动。真正的较量现在才刚刚开始。我挡住了想要逃跑的大伯母，当着病房里所有人的面，把大伯夫妻联手骗我上车，逼我签放弃继承声明，甚至大伯母开车撞过来想杀人灭口的事全抖了出来。大伯瞬间慌了神，当场跪在地上，把所有罪责全推给了大伯母。全是他逼我的，我本来就不想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，是他跟我闹，说不除掉丫头，我们1分钱都拿不到。我是鬼迷心窍才被他当枪使了。大伯母听着这话，瞬间红了眼。你个窝囊废在说什么？你再给我说一遍！我说的是实话。你自己想独吞家产，凭什么拉我下水？大伯母突然转身，抄起桌上的水果刀。我眼疾手快，一巴掌拍在床头的呼叫铃上，同时抓住大伯母拿着刀的手臂。不到10秒，门被撞开，2个医护人员冲进来。干什么？放下刀！大伯母整个人被抓住，刀咣当一声掉在地上，还在拼命扭动挣扎。你们这群王八蛋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而后我看见了，大伯为了撇清自己，把自己变成什么样子。奶奶看着闹得鸡飞狗跳的长子长媳，气得浑身发抖。妈，你差点要了我孙女的命，你还有脸叫妈？滚！给我滚！医护人员把大伯母拖了出去，她的叫骂声顺着走廊越来越远。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大伯跪着转向我，从兜里掏出一张银行卡，双手捧着递在我面前。大伯对不起你，这些算你的医药费，你一定要拿着。我没有说话，突然大伯不停地往自己脸扇巴掌，又举起右手。我今天对天发誓，从今往后，我要是再对拆迁款动半点事，就让我出门给车撞死，死了没人收尸。最终奶奶心软，拉住我的手，声音沙哑的几乎听不清。饶你大伯，饶他这一回吧。我便顺着台阶应了下来。经此一事，大伯和大伯母的夫妻情分彻底碎了，二人回家就闹离婚。大伯为了撇清自己，在奶奶面前留个好印象，不仅让她净身出户，还报警把大伯母关进去。后来大伯母出来时，本就因为撞人事件，在亲戚里身败名裂，无人接纳，最终落得个无家可归的下场。
这场闹剧结束，我本以为亲人们就此消停，可我忘了在1000万面前，没有谁会真的没有所图。经大伯母一事，父母虽一改往日冷漠，对我多了些关照，可那份刻意的好里，藏着的依旧是算计，心思始终放在帮哥哥填补赌债上。因此，这场肮脏的家产纷争里，我一度以为除了奶奶之外，小姑是唯一能与我并肩的亲人。这段时间，我能看出她对爷爷格外上心，每日准时给奶奶煲汤送饭，夜里也守在爷爷病床旁不肯歇息，对我也十分亲热。看到护士来给我换药时，她总是笑着说上几句关心。大姐，你轻点儿，这孩子额头还肿着呢。有时她还拉着我的手，语重心长对我说：“这医院里里外外，也就咱们是真心守着老爷子的。你看你爸妈和大伯，嘴上说的好听，哪个不是冲着钱来的？”偶尔还能看见小姑带着表弟来医院，可表弟对病床上的爷爷不闻不问，放下东西便自顾在走廊支起直播设备忙活。当时小姑满脸歉意：“丫头，你别往心里去，这孩子事业上升期，忙得脚不沾地，能来一趟就不容易了。”我并未将表弟放在心上，只满心盼着小姑是真心待爷爷，没注意到他每次望向爷爷时，眼底那丝一闪而过的光。看着小姑连日来对爷爷悉心照料，事事周全，奶奶心中的防备也渐渐消散。某一次病房内，小姑的笑话逗得奶奶开心，然而话题却不知不觉跑偏了，被带到遗嘱的方向上。她亲手写的那份到底放在哪儿了呀？可要注意一下，别让有心人摸了去。奶奶正笑得开怀，没多想便脱口而出：“书房的书架里夹着呢，你爸的东西都喜欢放书房里。”奶奶笑着将遗嘱的位置脱口而出，正巧切好水果的我推门而入，将他们的话全听进去。这一幕落在我眼里，心底难免生出一丝疑惑，却始终想不通小姑这般做法的用意究竟是什么。而她有救命之恩在前，我总下意识把这种隐约的不安归咎于自己太过敏感。小姑应该没有恶意，应该只是出于周全跟奶奶提一嘴。我强压下心底那点莫名的不安，可这份自我宽慰并未持续太久。第二天，我因好奇跟着小姑前往书房，没想到竟看到了让我触目惊心的一幕。妈，我去爸书房找本书啊，晚上睡不着翻翻。这些天，每当小姑回家之时，都会跟奶奶提一嘴去书房，不由让我心生好奇。一个午后，她前脚刚走，我后脚便悄悄跟了上去。小姑轻车熟路地推开书房门，我则闪身躲进走廊拐角，从缝隙里往里瞧。不一会儿，竟撞见她正坐在书桌前，手里握着笔，对着爷爷的字迹反复描摹。桌上铺着纸，她正歪歪扭扭地在上面写着什么，而我注意力却被显眼的遗嘱2个字吸引。看到这一幕的瞬间，我如遭雷击，瞬间明白他此前所有的亲近与照料，全都是刻意伪装的假象。难怪小姑一直在问奶奶遗嘱的事情，原来想得到爷爷的遗嘱，然后模仿字迹去篡改它。但是奶奶记得爷爷遗嘱到底写着什么，小姑绝不会这么蠢啊！我愣在原地，还没从错愕中回过神，小姑却突然停下笔，转头朝着我藏身的方向喊了一声：“谁？”我心头一紧，吓得立刻死死捂住嘴巴，连一丝声响都不敢发出。就在我以为行踪暴露，心脏狂跳着僵在原地时，书房的隔间门突然推开，大伯从里面走了出来。我悬着的心猛地落地，后背已经惊出一层冷汗。小姑放下笔，声音压得极低，带着藏不住的得意：“等我伪造好这份遗嘱，咱们再让那老东西把手印一盖，这笔拆迁款就是咱们的了。”你这字能行吗？这几天我一直在练，老爷子的字我闭着眼都能描出来。等遗嘱的事办妥了，给妈饭里加点料，让她也变成植物人，跟老爷子一块躺着。两人凑在书桌前，低声商议着后续的步骤，声音压得像蚊子喝，却不知隔墙有耳，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钻进了我的耳朵里。我屏气凝神，贴在门外，指尖因愤怒微微发颤，随即悄悄掏出手机，打开录音，将他们的龌龊算计一字不落地录了下来。待二人商议完后续计划，我压下心底的波澜，心里已然生出一个清晰的主意。然而等大伯离开之后，我却听到了小姑说出让我更加震惊的话：“下一个就是大哥你了。”等把妈弄得再也醒不来，下一个就是大哥你了。我心头再次掀起惊涛骇浪，后背阵阵发凉。小姑为了拆迁款，居然连帮她的大伯都不放过，这是多狠辣的心！我深吸一口气，慢慢离开，走在回医院的路上。既然小姑要把所有人都吞了，那我就主动给她让路。我返回病房，压下心底的波澜。刚坐下没2分钟，小姑就推门进来了，脸上又挂上了那副温婉的笑。我压下心底的波澜，笑着对奶奶说：“奶奶，我记得爷爷以前最爱练字帖了，书房里那些旧字帖您还收着吧？或许爷爷看见自己心爱的字帖，病情要好转呢。”奶奶未曾多想，当即说出了字帖的存放位置。小姑闻言，
眼神动了一下，果然上钩了。我去拿，我去拿。妈您歇着，我去书房找。没一会儿，他捧着一摞泛黄的字帖回来了，在病房旁边的桌子上铺开，拿起笔对着爷爷的字迹一笔一画的描摹起来。爸，您快点醒过来吧，我们都等着您呢。我在小姑旁边将这一切看眼里，面上却毫无波澜，只等待着他们的所作所为成一记耳光狠狠打在自己脸上。我见小姑已经将爷爷的字迹模仿得真假不辨，便开始刻意为小姑创造动手的可乘之机。奶奶，您也累了几天了，回去歇一晚吧，这里有我和小姑呢。奶奶犹豫了一下，叹了口气，收拾东西回去了。送走奶奶，我回到病房坐了一会儿，捂着额头被大伯母撞伤的那块地方，眉头拧成一团。小姑见状询问：“丫头，你怎么啦？”我叹了口气，面露倦容：“唉，现在脑子还有点疼，有些撑不住了。我打算去附近酒店歇2天缓缓。”他面上立刻堆起关切，走过来摸了摸我的额头：“早该去了，你硬撑什么呢？你看看你这脸色白得跟纸似的。这2天把爷爷交给我照顾吧，我一定把爷爷照顾得好好的，你就放100个心。”小姑满口爽快应下照顾爷爷的事宜，生怕我临时改变主意。心急如焚的她，甚至还没有等我离开，便转头借着打水的空隙悄悄联系大伯，压低声音，快速敲定了当晚动手的具体计划。全然没察觉，这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，我早已做好了万全准备，一切安排妥当，只等这对心怀鬼胎的人自己往里钻。交代完一切之后，我便躲进了医院大门口的值班室里，透过窗户盯着大门进进出出的人。几位远房长辈被我提前请了过来，坐在值班室里喝茶。丫头，到底让我们来干啥呀？叔，您先喝着，一会儿就知道了。果不其然，傍晚之时，贼眉鼠眼的大伯赶过来了，手里还提着一个手提包，不用想，里面就是小姑撰写的假遗嘱。而令我意想不到，表弟居然也过来了。叔姨，咱们走，待会儿不管看见什么听见什么，你们就在走廊里站着，不用动手，做个见证就行。病房内，小姑迫不及待地拿出假遗嘱，催促着一边的大伯：“你怎么才来？快点快点，把东西拿出来！”急什么？这不是赶上了吗？快点把爸的手印按下去！就在大伯攥着爷爷的手，即将在假遗嘱按下手印的瞬间，我从拐角猛地冲了出来。表弟听见动静转头，瞳孔骤缩，嘴张开还没来得及出声，我的肩膀已经撞上了他的胸口，他整个人仰面摔倒在地，紧接着一脚踹开病房门，彻底打破了他们靠贪婪谋夺拆迁款的所有妄想。小姑的脸色刷得白了，手里的印泥盒啪嗒掉在地上，红印子溅了一地。她嘴唇哆嗦了2下，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。你怎么回来了？不是去酒店了吗？我不能回来吗？倒是你，拿着爷爷的遗嘱做什么？大伯的手一抖，那张纸从他手里滑落，飘悠悠落在地上。小姑盯着地上的纸，猛地抬起头，换了一副面孔。既然你看见了，那我也不瞒着了。这份遗嘱是我刚从书房里找到的原件。他从地上捡起那张纸，竟当众宣读起来。这份假遗嘱里，将所有的拆迁款全分给小姑和大伯2人。都听见了吧？这是我爸的亲笔遗嘱，上面还有他老人家的手印呢。你们谁要是不信，尽管拿去鉴定。这番话不是为了让我们相信，而是为了把水搅浑。在场的人越多，信息越乱，他越有机会趁乱脱身。只要他今天走出这扇门，后面就还有翻盘的机会。我当场朗声大笑，周围的人也强忍着笑意。小姑见无人理睬他，瞬间慌了神。我以前怎么不知道你这么不知廉耻？为了这些钱，居然伪造遗嘱，甚至还想对自己的亲人下手。说话要讲证据，你这是诬赖！证据？好，我给你看。我掏出手机，点开早已群发的录音，清晰的声响瞬间在病房里炸开。里面正是我初次撞见他在书房摹写假遗嘱的对话，他与大伯的龌龊密谋，连同他欲对奶奶下狠手，连大伯都要算计的恶毒言语。远房长辈作为人证在场，录音帖正在手，2人脸上的血色彻底褪尽，再无半分翻盘的指望。这时候，一直缩在墙角的表弟突然扑了过来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。姐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我妈说来拿东西，让我在门口站着，我以为是拿老爷的旧物件，真不知道他是来干这个的。没有人看他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锁在瘫在地上的小姑和大伯身上，任他们如何狡辩，都再无挽回的余地。然而，还没等在场的人有任何动作，一旁的大伯突然从床沿弹了起来，他的脸涨得通红，眼珠子瞪得像要从眼眶里蹦出来。紧接着，他扬起手臂，朝着小姑的方向狠狠挥了下去。
大伯抡圆了胳膊，一巴掌狠狠扇在小姑脸上，那声响又脆又闷，在病房里炸开。小姑整个人被扇得转了半圈，重重摔倒在地。你他妈还是人吗？老子跟你同谋，你背地里连老子都算计，你当我是你用完就扔的抹布？小姑趴在地上，嘴角渗出血丝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大伯已经扑了上去，骑在她身上，两只手死死掐住了她的脖子。我今天就打死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大伯抬手又是2、3拳，照着他脑袋狠狠砸下去。小姑的惨叫声越来越弱，身子软了下去。我猛地回过神来，冲身后的亲戚大喊：“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拉住他，要出人命了！”远房亲戚奋力将大伯死死拉住，才勉强让小姑留下一条性命。小姑衣衫凌乱，狼狈不堪，但怨毒的目光仍然死死定在我身上，恨不得将我生吞活剥。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刻，闻讯而来的奶奶匆匆赶到。现场所有的喧闹与厮打都在这一刻骤然凝固。奶奶闻讯匆匆赶回病房，一眼便看到半死不活的小姑，以及被亲戚们拉住的大伯。再看看周围的人证和手机里还在播放的录音，气得浑身发抖。造孽啊！我养你们这么大，你们就干出这种事儿来，你们还是人吗？啊，还是人吗？我连忙安抚着情绪激动的奶奶，一边小姑居然吊着一口气，挣扎着嘶吼起来：“凭什么不给我？我是她亲闺女，她亲生的。拆迁款凭什么只给这个死丫头？她算什么东西？”而第二次对拆迁款有想法的大伯，在奶奶面前已然无地自容。奶奶强压着怒火，厉声吩咐远房亲戚们把他们赶走。远房亲戚上前架起小姑，将她赶了出去。而大伯从头到尾没有抬头，像一条夹着尾巴的狗。第二天，二人伪造遗嘱的丑事上了新闻，被彻底曝光。小姑半死不活，大伯则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。而表弟因为完全不知情，调查清楚后，仅仅教育了3天，便放了出来。现在爷爷只剩下我一家人了，父亲的2个兄妹彻底失去了继承权。我原以为他能安稳度日，然而他们又一次撕破了我的妄想。一旁父母的手机突然响起刺耳的铃声，父亲立刻攥着手机，快步躲到门后，压低声音接起电话。我隔着不远的距离，断断续续听见听筒里哥哥的哀求声。催债的人找上门了，他们说我再不还钱，他们就要砍断我的手。爸，救救我！我一定想办法。父亲挂了电话，在门后站了好几秒才走回病房。我收回目光，端起桌上的水杯喝了一口，面上毫无波澜。这一切都是他们咎由自取，哥哥的赌债是他们惯出来的，就让他们自己去处理。父亲凑到母亲耳边低声说了几句，紧接着硬着头皮上前：“妈，你看大哥和小妹都出了事儿，能不能提前把款分下来，省得夜长梦多？”闭嘴！你大哥你妹妹刚进去你就跳出来了，想跟他们一样。被拒后，父亲没再多说，和母亲看向病床上昏迷不醒的爷爷，四目相对间，眼底翻涌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算计。我怎么也没想到第二天吃饭时会看到令我扎心的一幕。第二天中午，我嘱咐父母看好爷爷，又给奶奶的保温杯里续了热水，这才推门走出病房。刚拐过走廊弯角，迎面就撞上表弟，他手里举着手机，看见我抬手晃了晃：“姐，出去吃饭啊？”“那你去吧，我进去看看老爷。”他说着就往病房方向走，我叫住他：“你在干嘛？”“这个直播，就随便拍拍日常。”我看了他一眼，和之前一模一样的借口，我当他又是借口探望爷爷，实际来医院蹭流量卖惨直播，心里叹了口气，也没再多问，径直往医院大门走去。我刚在餐馆坐下，随手拿起手机刷短视频，首页热门推荐里跳出了表弟的直播间，标题写着老爷昏迷，病房陪护实况。我点进去的瞬间，表弟正拍摄着插着氧气管的爷爷，而他嬉皮笑脸在旁边说着：“家人们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我植物人老爷。家人们，今天谁刷一个火箭，我就拔掉老爷的呼吸机。”我瞬间暴怒，刚端上来的饭菜一口没动，猛地起身就往医院病房狂奔，恨不能立刻撕碎他这副毫无底线的嘴脸。看到表弟的直播内容，我瞬间暴怒，立刻朝医院病房狂奔，恨不能立刻撕碎他这副毫无底线的嘴脸。病房里，表弟还沉浸在直播涨粉、即将成名的虚妄喜悦里，对着镜头眉飞色舞，全然不顾病床上的爷爷。我怒气冲冲地冲上前，狠狠一巴掌将他的手机拍落在地，屏幕瞬间碎裂。表姐，你凭什么砸我手机？我好不容易做起来的号，你知不知道这一个直播能涨多少粉？他猛地回头，满脸愤怒地厉声质问：“拆迁款没我的份认了，我妈被你送进去，我也认了，我就剩这一条路，你还要断我财路？表姐，你到底要怎样？”他拿病危的爷爷开直播博眼球，
赚流量，简直丧尽天良，如同畜生。他的冷血以及愚蠢，彻底点燃了我的怒火。我指着病床上昏迷不醒的爷爷，双眼通红。那是你亲姥爷，你对着上万观众嬉皮笑脸，拿他的命去换钱，你比你妈还恶毒。我不认为一句话就能让他悔改，这种人不疼不知道错。我一把夺过他掉在地上的手机，直播软件的后台界面还没退出来。表弟看见我拿他手机，眼珠子瞪得快要蹦出来。你拿我手机干什么？还给我！还给我！他的嘶吼还没落地，我已经点进账号设置，意识到我要干什么时，表弟立刻朝我哭诉哀求。那是我2年的心血，我熬了多少个通宵才做起来的号，我求你了！我的手顿都没顿一下，直接把他的账号注销，随后把手机扔在他脚边。他猛地抬起头，眼眶红得像要滴血，他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，往我身上扑。我跟你拼了！忽然2双手从旁边伸过来，一把攥住他的胳膊，把他狠狠按回地上。老实点！表弟被2个人死死按在地上，他嘴里还在呜咽，含混不清的念叨着我的号，我的粉丝，像丢了魂一样。我平息了翻涌的怒火，这才转头看去，父母按着表弟，对着我露出满脸局促又尴尬的笑。我这才发觉父母一直都在爷爷的病房内。一个令我头皮发麻的想法瞬间产生。我平息了翻涌的怒火，转头看去，父母按着表弟，对着我露出满脸局促又尴尬的笑。我这才发觉父母一直都在爷爷的病房内。我心头骤然一沉，刚才表弟在病房里肆无忌惮拿爷爷性命博流量的时候，我的父母全程都在病房里，却自始至终冷眼旁观，没有半句制止。表弟在病房里闹成那样，你们俩就坐在旁边看着。母亲脸上的笑容僵住了，父亲的喉结上下滚了滚，眼神往旁边飘。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们也劝了，真的劝了，好说歹说，劝了半天。你妈说的都是实话，那小子跟疯了一样，我们说了他不听，有什么办法？我没有再问，看着他们躲闪的眼神和满嘴的谎言，心底的疑虑像潮水一样往上涨。回想起哥哥的处境，一个惊悚的念头瞬间窜进脑海，难道他们为了拿到拆迁款，也想要对爷爷下手？回想他们袖手旁观的样子，后背阵阵发凉。而我预料之中的处境，来得比我想象的快，也要残酷得多。把表弟赶走后，病房内暂时恢复了安静，父母也开始假惺惺的忙前忙后起来。下午母亲端着饭盒从食堂回来了，满脸殷勤的凑到奶奶面前，把碗筷递到她手边。饿了吧？今天食堂有红烧排骨，我排了好长的队才抢到最后一份。我始终注意着母亲的一举一动，目光扫过饭盒的瞬间，心头骤然一紧，赫然发现饭菜里混着会引发奶奶严重过敏的海鲜。我当即伸手将海鲜挑出，脸色瞬间冷了下来。奶奶对这东西过敏，吃一口就要进抢救室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从来没听她提过，我真不知道啊！她瞬间慌了神。我看着母亲的解释，满心疑虑翻涌，可手里没有实打实的证据，只能暂时作罢。奶奶，我去给您重新打一份，以后您的饭菜我亲自去打。可我万万没有料到，这点小动作不过是他们的试探。一旁始终没出面的父亲，早已在背地里策划着更险恶、更歹毒的阴谋。第二天一早刚到门口，就撞见父亲从病房里出来。爸，刚才公司突然打电话给我，我得走了。他说完就走了，脚步比刚才还快，转眼就消失在走廊拐角。我走进病房，就见奶奶正满脸欣慰地摩挲着手里的保温杯。孙女来啦，来尝尝这个医院刚送来的养生茶，说是专门给陪护家属准备的。我接过保温杯，刚拧开盖子，就闻到一股怪异的如同药物的苦涩味，心里瞬间咯噔一下。奶奶，这茶谁给您的？你爸呀，一大早送过来的，说医院配的，让我趁热喝。怎么了？我连忙将茶水倒进透明杯子，赫然发现杯底沉着一层细密的白色沉淀物，此前的疑虑瞬间拉满。这茶凉了，我给您换一杯热的。我离开病房，立刻拿着茶水样本去找医生加急化验分析，结果出来，我拿着检验单浑身发冷，这茶水里竟含有足以致人昏迷休克的巨量有害药物。父母为了哥哥的欠款，已然等不及和我们决裂。我攥着医生出具的化验报告单，快步赶回病房。我把化验报告单拍在他面前的床铺上。爸根本不是想给您养生，他是要用药害你。奶奶的目光落到那张纸上，脸上的表情从疑惑变成茫然。她拿起报告单凑近了看，手指捏着纸边，纸在抖，手也在抖。茶中检出高浓度镇静类药物成分，足以致人昏迷休克。
我生他养他，他的良心呢？怎么他也跟大哥和小妹一样，都不是东西？奶奶她抬起眼睛看我，那双浑浊的眼睛里蓄满了泪。我在她面前蹲下来，握住她冰凉的手。奶奶听我说，爸既然能往您茶里下药，一次不成，肯定还会二次。我不想您被害死，必须把他揪出来，人赃并获，他才赖不掉。不久，我便决定顺着父亲的算计，将计就计。奶奶点点头。贾谊对这一切毫不知情，引他彻底暴露自己的险恶用心，抓他一个无从抵赖的人赃并获。没过不久，父亲回到病房，贾谊守在爷爷床边。我知道他是回来看看奶奶到底有没有喝下他特地准备的养生茶。奶奶严格按着我们商定的计划，当着父亲的面，忽然抬手扶住额头，面露难色。妈，您怎么了？突然浑身没力气，头也晕。我立刻心领神会，快步上前搀扶住奶奶。奶奶人老了，肯定是照顾爷爷太累了，得回家休息。我送奶奶回家休息吧。我顺势提出陪奶奶回家，并特意交代会让专业护工全权照看爷爷，不用旁人费心。父母二人飞快对视一眼，眼底闪过一丝按捺不住的窃喜。对他们来说，这简直是天赐良机。丫头，你尽管去，奶奶身体要紧，你好好陪着，千万别急着回来。我给爷爷找个护工，你放心。他们全然没察觉，自己早已一步步掉进了我们不好的陷阱里。深夜的医院寂静的可怕，走廊里只剩消毒水的气味。照顾了一天爷爷的护工，按我们提前商定的计划，准时关灯离岗，将病房门虚掩住。病房里只剩下昏迷不醒的爷爷。2分钟后，父母攥紧手套，鬼鬼祟祟的从走廊走出来。快点，不要被别人发现了。等我们弄死老家伙，再把责任全推给护工。说起来，还得谢谢咱们那个好女儿，她把中毒的老太婆支回家，这不就是把路给咱们铺好了？老太婆那个年纪，喝了那种东西，就算不死也得瘫在床上醒不过来。我和奶奶早已提前藏在病房的隔间里，隔着薄墙，他们的歹毒密谋听得一清二楚。两人同时把目光转向病床上的爷爷，爷爷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，氧气面罩上的白雾一呼一吸的漫开又消散。父亲和母亲对视了一眼，那一眼里没有半分犹豫。父亲缓缓拿起隔壁病床上的厚枕头，猛地朝着爷爷的口鼻死死地捂了下去。我猛地撞开隔间门，厉声怒喝炸响在病房里。父亲浑身一哆嗦，手里的枕头没拿稳，啪地掉在地上。紧随其后的奶奶看着眼前一幕，浑身发抖。起初她还觉得我的话是在危言耸听，认为再怎么说，只有我们一家能继承爷爷的遗产，不会对爷爷真正下手。然而事实摆在这里，她只能相信面前的事实。父亲见事情败露，彻底撕破脸皮。大哥分不到钱，小妹分不到钱，现在家里就剩我一个。你知道面那些人怎么逼我的吗？他们拿着刀堵在我门口，说要砍我儿子的手。父亲的脸彻底垮了，他张着嘴，梗着脖子，憋红了脸。母亲的脸也白了，她抓着父亲的胳膊，指甲掐进他袖子里。就在奶奶说完的下一刻，床上传来熟悉的声音：“说得好。”在场所有人的血液都在这一瞬间凝固了。一直卧床昏迷，被所有人认定成了植物人的爷爷，竟缓缓睁开双眼，径直撑着身子稳稳坐了起来。说得好。沉稳的声音像惊雷炸在病房里，本就心怀鬼胎的父母瞬间魂飞魄散，腿一软瘫在地上，连话都说不完整。爸，你不是植物人。我要是植物人，今天就看不到这场好戏了。爷爷神色冷冽，先是按下呼叫铃叫来保安，厉声吩咐守死病房前后房门，杜绝任何人借机逃跑。随即他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揭穿了藏了整整1个月的真相。爷爷靠着躺在床上的这些天，大伯一家对我的痛下杀手，小姑的贪婪谋划，伪造遗嘱，亲生子女的丧心病狂，他全都躺在病床上看在眼里，痛在心里。这么多他的子女没有任何一个真正关心他，眼里只有对财产，没想到只是自己假装昏迷就能让这个家完全决裂。爷爷端坐病床，神色冷冽如冰，他厉声宣布将大伯、小姑、父母等人尽数剔除族谱，这辈子都无缘家门，千万拆迁款更是分文不予。瘫在地上的父母彻底崩溃，跪地痛哭着，疯狂磕头求饶。爸，我知道错了，
您看我从小到大没求过您什么份上，我改，我一定改。然而那些一个个对拆迁款的狠招，事情的歹毒算计，早已把数十年亲情消磨殆尽，没能换来爷爷的半分动容。滚！别在这儿丢人现眼！丫头，你过来。我走到他面前，爷爷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。这1个月，所有人都以为我昏迷不醒，只有你日夜守在床边。我老头子活才看清楚谁是人，谁是鬼。爷爷叫来众多亲戚，当着所有人的面宣布将自己名下的所有财产都交给我继承。一众不孝子女不仅分文不得，爷爷更是放话，让他们死了也进不了祖坟。这场因拆迁款而起的家庭闹剧，终以贪婪者机关算尽，一无所有落幕。唯有坚守本心的我终得圆满。此后，我陪着爷爷奶奶，用这1000万拆迁款过上了平淡幸福的生活。